欢迎大家来到立生国画小课堂。现在呢，我拿的是一个生宣纸。那么首先拿过来之后啊，咱们一个是咱们的墨色，我把颜料也挤到调色盘了啊。我们先调一个颜色好不好？先拿什么笔？你看我现在拿的是5号笔啊，拿的咱们的5号笔。对，先调一点点咱们的鹅黄色，你看让笔根有一点点的黄颜色。然后呢，看过来啊，我要调什么颜色了？这个是咱们的花青色。对，我在笔尖现在调一点点的花青。那么现在呢，大家也看到了，咱们笔尖有一个淡淡的花青色了啊。那么今天啊，首先看咱们调色这一步调完之后，那么大家也看到了，我笔根呢是有一点点淡淡的黄啊，这个你觉得不够，咱们还可以再加一点都可以。你看，然后笔尖是咱们的一点点花青，让毛笔充分的把咱们的颜色都吸到里边啊，吸到咱们的笔肚里边。然后下来就看过来了啊，我笔尖来一点点的焦茶色，来一点点焦茶色啊。那么咱们现在就开始和大家分享了啊，来一点点焦茶。对，咱们第一个开始从哪里走？那么这样吧，我们第一个啊，从后边开始画啊。今天咱们从后边开始画。那么现在看过来啊，我呢大概把3色组织一下啊，组织一下。现在看到的咱们这个笔上是淡颜色。那么你看，现在大家看到我这是第一笔下来，那么第2笔我再抻它，你看，让它这个山呢有一点点高高低低的变化。那么这一笔颜色下来，大家看到是不是颜色非常漂亮？所以说这就是咱们今天调色啊。你看现在呢，毛笔我再把它揉一下，揉一下以后啊，笔尖上再来一点点的什么颜色？焦茶色。那么现在大家看过来，我没有加水了啊。那么现在你看笔的颜色是不是？你看有一点点焦茶色在这里，是不是？让它有一个衔接。那么我再让它，你看抻它，用笔肚那么抻它。这是第一笔啊，第一笔大家看到，咱们先是一个淡淡的颜色的山就出来了，这是淡的啊。那么你看用笔根还可以再把它抻一下，都可以。这就是远处的山，咱们画的第一个。那么下来再看过来啊，咱们再继续。我呢给笔根再调一点点咱们的这个朱标色也行，折饰色也行啊。那么下来我再调什么颜色了？焦茶色。焦茶色，现在看过来啊，现在是先调的是朱标，再调焦茶，焦茶调完之后调花青。那么花青调完之后，你看我揉一下，让它进到咱们的这个笔肚的地方，啊。那么现在呢，再继续，笔尖再来颜色，再来墨色啊。你看现在我就是笔尖来一点点墨色，然后我它揉一下。揉一下之后，现在就要让它这个山呢有一个变化了。这里有一个，那么第2个山走的时候，我就要让它稍微高一点。你看有一个变化，是不是？所以呢，这是第2步了。你看，那么当它有一个变化了，大家看到咱们这个山是不是颜色上就不一样了？你看，这是第1笔，然后我再压它一笔，你看。那么因为刚才咱们笔肚和笔尖调的这个颜色不一样，所以呢这个颜色是不是它自然都有了变化？你看笔根的地方和笔肚的地方，那么自然就有了一个变化。这是后边的山啊，后边我们让它阴阴的感觉。你看我再抻它一下，那么笔尖再抻它，让它2个山呢稍微有了一点点联系了，是不是？觉得哪里？你看现在就是大家在画的时候，觉得这块阴的还不够，那么还可以看，让它再有一个阴阴的感觉。那么你看后边的山就让它雾雾的这种感觉就出来了，是不是？那么大家也看到咱们后边这个山峰呢，很险峻的一个山峰就出来了。那么咱们再继续看过来啊，桂林的山。那么再继续看前边啊，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时候，咱们从后边的淡的一直往前面走。那么下来啊，我就要再调颜色了。大家再继续看过来，大家喜欢这种润润的、绿绿的颜色。那么
现在再继续加咱们的花青啊，毛笔上啊再加一点水。那么现在咱们把花青再加一点。那么看过来啊，仍然是揉笔的形式，揉笔的形式啊，花青继续，我在笔尖上继续加花青。但是这个调颜色的时候，大家注意啊，是笔尖在调啊，笔尖在调，让它自然的晕染到咱们的笔肚的形式。那么下来，咱们就要用墨色了，要咱们的墨色，你看笔尖在墨色，在这个调色盘上揉一下，压一下，让它颜色呢有个变化。好，现在咱们就要用重颜色了。刚才说了，整个画面一定要有淡的有重的，后边的淡，前边就开始。那么你看我这个一笔下来，大家又看到了咱们这个，你看让它山也有一个变化，是不是？那么我在春染的时候，大家也看到咱们怎么用笔，是不是？你看现在呢继续，那么到这里你看压一下，咱们这个山的变化又出来了，是不是？那么笔尖不要再蘸墨了啊，咱们这个笔尖已经够了。那么怎么去画它？你看我通过春它，还可以从看笔根去撑它，是不是？那么现在大家看到这一块的时候，我再继续让它有一个晕染。那么大家也看到咱们这种韧韧的感觉就出来了。你看还可以看，让它到边边的地方都可以，到边的地方稍微小心一下啊，小心一下，不要让它滑出去。这样的话，咱们这个画面比较唯美，是不是？那么现在你看又一个重颜色的山又出来了，简单不简单？那么现在再继续看啊，这一边我这个颜色就不动它了啊，毛笔上的不动了，只是把看笔根沾一点水，我把它揉一下，笔尖沾一点水，把它揉一下就好了。那么最重的在这里，然后我要让它所有的衔接到一块啊，衔接到一块。那么怎么衔接？大家也看到了，咱们这个山是不是？你看颜色就稍微淡一点。那么笔，你看揉笔的形式，我下来给它有一个变化啊，揉一个笔。那么让它有山的变化的时候，只需要咱们把笔压一下。那么继续，你看笔尖我揉它，大家看到了啊。咱们通过揉笔的形式撑一下，这里我要留一个什么啊？这里大家看到了啊。咱们再继续，你看这一笔又过来，笔尖揉它，那么揉出来以后，大家也看到了，咱们这个山呢，这种山峰的这个感觉就出来了，是不是？那么你看笔尖揉它，这个到这块的时候，散锋用笔啊。到这里的时候，咱们就是散锋用笔，不是像大家看到咱们刚才笔尖是齐齐的这种啊。那么你看，我再让它笔尖来一点点，那么大家就看到咱们这个韧韧的感觉是不是就出来了？你看现在是散锋，我点一下。那么现在再继续啊，中间的也出来了啊，那么这个也出来了，还没有完啊，还没有完。现在呢，我给咱们的笔根的地方啊，再加一点水。咱们给笔根啊加一点水。那么看，在笔根加一点水，揉一下啊，咱们笔根揉一下。那么大家也看到，咱们这个呢就是很淡了。我现在看笔尖再来一点墨色，那么笔尖再来一点墨色。前边这一块啊，怎么来画？前边现在毛笔上没有调颜色，是不是？大家看到我把颜色已经揉得干干的了，揉得干干的了啊。那么现在你看笔尖上再来一点墨汁，现在不要颜色了啊，只要墨汁。那么现在你看笔锋仍然是这种的啊，这一笔从哪里来？我要和这个交叉出来。那么大家看到咱们通过你看压笔揉笔啊，让它这个山峰呢你看出来自然的，那么这种干枯的变化看到了没有？那么到这里再看过来，哎呀，我要给这块啊，再给大家留一个小的瀑布吧，让这个山呢更漂亮一点。你看这个瀑布从哪里来？从这里，那么这一笔就过来了啊，这一笔就过来。那么继续，你看，那
那么关键啊，今天给大家教的这个就是让大家怎么去调色，怎么去晕染。那么这一块我要给它留一个小小的瀑布过来。那么这个地方啊，注意不要让它阴得太厉害。如果它阴得太厉害的话，那么你这个瀑布就看不来了，是不是？你看我轻轻的把30这一块晕一下。那么现在呢，你看笔尖上仍然是散峰啊，现在大家看到的咱们这个是散峰。那么到散峰的时候，我继续让它有一个颜色了啊。现在咱们再继续，刚才你看现在没有晕染到的地方，我给它再来稍微收拾一下啊。那么家人们觉得漂亮的话啊，可以给咱们敲敲屏幕点点赞，好不好？那么你看现在我把它稍微抻一下。那么到这一步的时候啊，还不要着急，咱们还要画它的啊，不要着急。现在呢，咱们这个啊，笔锋上已经干的没有水了啊，你看我再压它，把咱们的水继续在咱们的画面上擦一下啊。那么大家也看到是，哎呀，擦一下，你看现在呢，把咱们笔锋的水全部揉到咱们这个画面上啊。现在你看，通过这个把笔锋，大家看到我现在是散锋啊，把笔呢揉一下啊，不要担心毛笔揉不坏啊，咱们的毛笔都是啊质量是很棒的，所以揉不坏。那么现在你看我揉了以后，大家能感觉到了咱们这个画面上，你看继续，这个就是在山水中给大家讲的春插点染啊，春插点染。那么现在呢，有了这种揉的感觉之后啊，现在继续看过来，我笔尖你看散锋了啊，散锋了，好，就要的这种感觉，咱们怎么办？散锋看，加一点墨汁，再散锋加一点墨汁。那么大家看到我现在这笔尖，你看是不是乱糟糟的？那么下来就要它的乱糟糟了啊，咱们你看。没有这乱糟糟就出不来这种感觉。大家现在看到了咱们这个乱糟糟干什么用的？你看，这就是今天啊和大家分享怎么去用笔。你看有了乱糟糟以后，咱们想给它这个山坡上点这个小树的时候啊，树林的时候，你看这就是点出来了，是不是？那么大家现在看到咱们这个方法好不好？咱们这个方法好不好？给大家教的方法好不好？大家觉得好的话啊，也给咱们就是一个粉丝灯牌也可以，给咱们一个小心心也可以，或者呢什么都没有的，给咱们敲敲屏幕点点赞也可以啊。现在你看，咱们就用乱糟糟的，我点它了，前边是重颜色，最开始的毛笔上是重颜色啊，下来咱们就用什么颜色了啊？你看笔锋我不变，因为刚才墨汁先蘸的墨汁，咱们才前面走。现在呢，咱们这笔锋的墨汁也淡一点点了啊，也淡一点点。那么我把山后边再给它点一下啊，让它你看这个就是这点的时候啊，要顺着咱们这个山的走势点啊，也不能乱点。咱们虽然是很烂的点，但是也是有变化的，是不是？现在呢，笔尖上的颜色越来越淡了。那么把后边的山，咱们给它轻轻的点一下。有的地方点，有的地方可以不点。那么现在大家看到了咱们这个，你看一笔下来啊，山是不是已经就出来了？那么到现在的时候啊，咱们最后收拾啊，到最后收拾这一步稍微干预它一下。咱们现在用小号毛笔拿出来，这个是咱们的小号毛笔啊，最小的。那么最小的啊，拿出来之后看过来，咱们笔尖沾一下。我呢来一点点淡墨色，看一点点淡墨啊，这个淡墨干什么？咱们现在要把咱们小的瀑布这地方，我要把它看画一下，看这样大家看到咱们一个小小的瀑布就出来了，是不是？那么这你看给它留了一个气口啊，咱们这个小小的瀑布出来了。那么这里呢，大家也看到了，咱们在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瀑布，是不是？稍微给它点一下就可以啊，再点一下，那么让给人感觉到这是一直留下来的，是不是？那么还有，大家现在看过来，咱们下边大留白的地方，我给它画一个小船啊，咱们和大家分享一个这一块画一个小船的画法。
用咱们的小号笔也可以，用咱们的3号笔也可以啊。那么这一个呢，咱们再继续蘸墨汁。现在蘸墨汁啊，你看我画在哪里？画在这里啊，画到这里，这边不能画，这边一画以后少了气口了，所以咱们画到这里。那么小船的时候看很简单，这是下边船舷的地方我画出来，那么上边咱们画一个乌篷船好不好？给大家也画一个乌篷船。那么乌篷船画的时候看很简单，用笔点一下，那么船舷再走一下，前面呢咱们画一个带着一个斗笠的一个渔翁吧，你看头稍微点一下，那么身子看只需要拿墨汁，咱们一笔勾一下，让它坐到这个船舷上，咱们让它坐到船舷上。那么还有什么？大家知道咱们还有什么没画？还有什么没画？现在咱沾一下啊，沾一下，然后呢，笔尖上来一点点墨汁。你看，咱们画了啊。那么现在看过来啊，现在船舷很简单的画了，我就要给它上颜色了。上颜色的时候拿3号笔，多余的水沾一沾啊，沾一沾。那么这个下边怎么画哈？调一点点的花青色啊，调一点花青色，笔尖来一点点水，调一点点花青色，对，然后呢，笔尖上加一点点焦茶色啊，看过来，咱们下边的倒影怎么去画？那么，你看，这是咱们今天啊和大家也分享一个小船的画法，倒影的画法。那么看到了，这在江面上，它这种。一个就出来了，是不是很简单吧？所以说今天啊给大家教的这个就是咱们学会了调色，学会了这个绘画的方法之后，那么一切都是很简单的。所以说关键就是调色和晕染了，怎么去用笔。那么现在小船上面我给它再画一点，再给它加一个颜色啊。这个小船呢，咱们画一个乌篷船，加一点焦茶色。你看，一点点焦茶色，前边不能画的太具体了啊哈。那么像这个渔翁呢，咱们给它稍微点一个蓝颜色就可以了。你看，这点一下，对，点一个。那么这个啊，就是大家在画的时候注意一下啊。那么有时候也可以在它后边给它画一个什么画一个抓鱼的鸬鹚也可以。现在大家看到咱们这个画完了啊，画完了之后。我现在啊，就是说这个山想在晕染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给它一个颜色啊，很漂亮的颜色。这个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是一个水墨的。那么下一步想在上边加颜色啊，还可以在上面加3青和3绿，都是可以的。咱们看一下最后怎么落款，因为这种小品画啊，越简单的画在落款的时候啊，越难落的。现在看过来，我给大家落款了啊。那么我落完之后，给大家要说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个国画课程啊，这个落款，对，是咱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啊。现在呢，我把毛笔上多余的水沾一沾啊。咱们今天的落款的时候呢，那么现在看过来，这个画面不要写的太多，这是第一步。第一步不要写的太多啊，可以落穷款。今天给大家也说可以落穷款，如果你落穷款的时候啊，落一个章的时候可以在这边啊，但是刚才想说了啊，那么看要写什么，我这是随便给大家落，但是今天啊，我要把款落到这里，那么现在我这是随便落啊，那么这个落款的时候啊，大家也注意一下，咱们这个不能字写的太大啊，那么你看我是随便写啊，就是让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这个最后落完的感觉啊。那么你看还可以看稍微斜一个，那么这个呢，现在咱们是秋天了是吧？那么人迎秋，这里我的名字我把它落上，那么你看我把名字写到这里。
名字呢稍微比上边这个字啊稍微小一点点，你看稍微小一点点。咱们今天和大家落款，竟然和大家落了2排字。那么现在看一下咱们最后啊章的位置在哪里？那么今天啊，我是和大家分享，让大家也知道老师给大家试错，到底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最后落完以后啊是什么感觉。那么现在再继续看过来，我今天啊还要再给大家再落一个小小的，那么现在大家看到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画啊，既没有把闲章分开，也没有说把落款落到左边或者落到右边，而是所有的这个今天的落款就在正中间。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咱们这个正中间落了以后，是不是因为今天这个画大家看到了留白的地方太多了，下边又是留白，上边又是留白，是不是？那么右边这块还有一个留白，咱们怎么能通过落款把咱们这个画破一下？那么现在大家看到我把落款落到上边，是不是啊？落到上边，然后呢下边的时候咱们就是一下子留白就留到下边了，那么你整个画面也有气口，大家看到了。所以说啊，我为什么给大家说不能落到这一块？落到这一块的话，你上边又是一个大留白，下边也是一样，整个画面就没有了层次感，没有能压住它的地方了。那么如果落到咱们右边的时候，那么大家看到这块又是一个大空白，下边又是一个空白，给人感觉到画面是不是少了一个错落的感觉了？所以说今天啊和大家大家觉得这样的效果好不好？那么所以说这就是今天啊和大家分享咱们这个山水的时候怎么去落款，这个画呢也和大家就分享在这里啊。